最近我们常常在虾皮上看到这种几百块的车用逆变器，标榜可以把12伏直流转成110的家用电源，而且它不只提供了 AC 插座，还直接附上3组 USB-A、1组 QC 30瓦，甚至还有2组 USB PD， 功能很多，重点是还很便宜。刚好我们其实也一直想要架设一组小型的行动供电站，所以忍不住就将它买回来啦。不过问题来咯，这种便宜逆变器真的能用吗？因为这类低价逆变器为了压低成本，很多其实都不是输出真正的正弦波，最夸张的甚至有人是直接做成方波输出的。所以这组到底如何呢？我也不知道。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测试看看这组便宜逆变器到底能不能用。当然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先确认这个便宜货它真的能逆变吗？我们将它接上12伏电瓶，启动，顺利开机啦。不过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们先看看它到底输出了一些什么。哇，这波形很精彩吧？果然是接近方波输出，实际上这也不算是方波，而是带有阶梯状的修正旋波，专有名词为 Modified Sine Wave， 简称 MSW。这在低价逆变器中似乎是很常见的做法。为了确认这不是我量错，我们直接来看看真正的试电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吧。我们利用万用电表的数位取样功能，很容易就可以抓取高压交流讯号的完整电压波形。看吧，几乎是完美的正弦波。而这两种波形有什么差别呢？主要就是正弦波的主要频率成分就只有纯净的60赫兹而已，而这个修正旋波呢，因为它本质上更接近方波，所以除了主频60赫兹以外，还会混杂很多击刺斜坡的成分。这个也许我们等等可以量量看。我们先就这张 MSW 电压波形图来看，可以发现它的峰值只有大约正负126伏，而且波形也不太像正弦波，但它的主频率基本上仍然是60赫兹，而且有效值也确实是标准的110伏，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问题呢。但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虽然它的确是110伏，但把这个 MSW 波形用在电器上，真的不会有问题吗？为了厘清这件事，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些实际的应用来做点实验。首先我们来看看一种最为经典的电源架构，就是用这种 EI 变压器和桥枕所组合而成的电源架构。这架构称之为线性电源供应器。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传统音响扩大机或是旧式的直流变压器，只要你拿起来感觉很重很有分量的，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结构。所以如果我们用 MSW 逆变器来对它供电，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直接来测测看吧。我们先在端子台上用2极体石做一组桥式整流，然后在输出端加上大电容稳压，再接上电源线，这样我们的直流整流器就完成了。不过在加载之前，我们想要先量测一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波形，先分别将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讯号接到电表上。我们先以市电供电，然后用电表量测它们在空载状态下的电压波形。变压器的输入端讯号接近完美的正弦波，振幅大约是正负157伏，有效值是114伏，所以波峰音数大约就是 1.38 左右。而变压器的输出波形看起来和输入端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电压比例缩小了。振幅大约是正负26伏，
有效值19伏，波峰因数则大约是 1.37 左右。因为理想的正弦波波峰因数应该会接近 1.414， 所以不论是输入端的 1.38 还是输出端的 1.37， 这两组波形其实都非常接近理想的正弦波。也就是说，市电经过这颗 EI 变压器，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失真，而只是照着变压器设计的比例缩小而已。接着换成 MSW 逆变器供电，变压器的输入讯号为修正旋波，但振幅只有正负119伏，有效值是 112.7 伏，波峰因数是 1.06 左右。而变压器的输出端，振幅大约是正负20伏。有效值 18.7 伏，波峰因数 1.07。从以上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论输入是 PSW 还是 MSW， 输出波形都不会因为变压器而变得更糟，反而还会因为经过的变压器被滤得圆滑了一点。这很可能是所谓方波中的鸡翅斜坡被变压器挡掉了一些。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很安全的利用示波器来观察它们的频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市电正弦波降压后的频谱，其中最强的这根就是60赫兹主频，再来就是它的3次谐波、5次谐波、7次谐波等等。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MSW 讯号的频谱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它的基次谐波明显大很多。不过，毕竟目前这还是空载状态，只能做个参考而已。所以这两种波形在实际加载后又会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真的要在输出端加上负载，以模拟实际电器耗电的情形了。我们在电容器两端加上10欧姆的负载，然后一样先看看市电降压后的频谱。哇，可以看到它基次斜坡的强度明显的暴增，而这个其实从观察它的输出波形就可以看到已经很严重的失真了，所以这明显就是受到负载抽取电流后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看 MSW 讯号加载后的反应又怎么样呢？虽然基本上还是比市电供电时来得大，但市电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换句话说，因为两种波形的谐波失真都很严重，所以如果只单纯从频谱方面来看，好像还看不出 MSW 讯号会有什么特别致命的问题。而波形的部分好像就和空载时没有太大的差别。Wait， 等等。这个脉冲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看这个波形，在阶梯这边似乎怪怪的哦。嘿，竟然多出一根 pulse 这个 pulse 在没加载时确定是没有的，但加载后就会在阶梯边缘多出一根脉冲。因为这个 pulse 维持了4 microsecond 左右，所以我们高度怀疑这是数位控制时所造成的瑕疵，不像是类比讯号的自然反应。而这种现象在正常市电供电时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所以感觉起来比起斜坡失真，这个脉冲可能才是更难预期的风险。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两种电源对实际的负载供电到底有什么差异。首先是使用市电供电的时候，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再加上负载后，有效值从原本的19伏下降到大约 16.4 伏。负载越大，电压就会掉得越多，这是很正常的负载效应。然而对于这种桥式整流加大电容的电源架构来说，最终能得到多少 DC 电压，主要是取决于整流后的廉颇峰值。实际量测结果大约是 17.8 伏，
因此再接上10欧姆负载后所得到的功率就大约是 31.7 瓦左右。接下来我们使用 MSW 逆变器供电，输出有效值空载时同样也是接近19伏，加载后下降到 16.2 伏，直流电压只剩大约 15.1 伏。这当然纯粹只是因为 MSW 波形峰值比较小所造成的，而这个直流作用在10欧姆电阻上，功率就大约是 22.8 瓦。输出功率足足比市电供电时小了接近 30%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线性电源来说 ，MSW 逆变器最大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会造成输出欠电压或是功率不足的问题。这样，如果它的负载是电池，虽说因为有桥式整流阻挡了电源往回灌，但终究很有可能是无法有效充电的。那对于现代的主流架构开关式电源来说呢？这种架构的特色就是拿起来通常很轻，但因为它实际上架构更多样且极为复杂，我们基本没办法进行细部解说。然而测试的过程中，我的21伏工具机充电器竟然坏了。正常来说，它充电应该会亮红灯的，因为它非常轻而且很便宜，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开关电源了。为了确认它只是因为寿命到了而自然损坏，或其实是被 MSW 逆变器给打坏的，我特地又再买了3颗来测。而测试的结果，它们都是可以稳压在22伏的，而且也都能正常充电，所以很可能我原先这颗真的是寿命到了。经过了今天的测试，我们的结论是这个 MSW 逆变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可以用的，但因为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不建议没有经过简单的测试就随意的把装置往上插，尤其是昂贵的装置。总之，我们一开始想架设小型行动供电站的这个构想，我想我可能还是会另外找纯赛波输出的逆变器，才能用得更安心。感谢您的观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分享，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